看来必须去一趟北夜小济宫，那里不仅能找到玄冰花，还能借机打探太阳金火的线索。不过昆吾山之变必定震动天下，现在去太扎眼了。避过风头，隐居几年，先去极北双郡。晚辈雪莲峰李家家主李忠，不知前辈到此有何吩咐？老夫管你什么李家，本人看上了此山，马上给我全部离开，给你半日时间。前辈，我们李家在这雪莲峰定居，是龙前辈答应的，是否容晚辈先通知龙前辈一声？你想用此人压我吗？若是不服的话，尽管让他来找我，但是半日后若还有人在此，就别怪老夫心神手辣了。老祖，这命令族内所有人马上收拾东西，2个时辰内必须离开此山。真要搬离雪莲峰，龙前辈不会坐视不理吧？哼，你2人糊涂。这人给我的灵压比龙前辈强大得多，虽然霸道，但总算给了我们离开的时间。法力虽然大进，但离元婴后期尚早。经过培阴丹的洗炼后，竟感觉修炼不会再碰到什么瓶颈的样子。这2口青竹风云剑被那古魔魔化了些时日，虽然灵性未失，也可以勉强使用。但是若是组成大剑阵，却力有不佳了，还是重新祭炼一番。果然如此。佛门至宝8灵尺需用佛光催动。我的冥王诀虽是佛门顶阶功法，但以炼体为主，修炼极难。现在才第2层，根本修不出佛光。不过，我体内金刚罩的佛光倒是充盈，可以借来修炼第1层通宝诀。只要年许时间，就能炼成，发挥通天灵宝的威力。空间类通天灵宝等阶实在太高。苦研数日一无所获。这仿制的血刃，虽然能靠吞噬大增威力，但时间一过就会消失。仿制品缺陷太大，如同鸡肋。这5子同心魔每一个都有元婴初期修理，若能收为己用，肯定是一大助力。收服他们恐怕要冒些风险。这本残缺魔经记载，修炼此魔需5具惨死不久的元婴修士尸体，以怨气缠绕，埋于极阴之地。每月用阴属性修士血肉浇灌，100余年后通灵，再祭炼数十年方可初步修成。一般武魔到了结丹后期便无法寸进。钱老魔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竟让他们进阶到元婴初期。但也正因如此，超出了他的压制极限，才造成失控反噬其主的下场。魔经上的另一种秘术，需强行种下特殊禁制，用自身精血时常滋养。此法虽然容易遭遇反噬，但好处是无需将主魂与元婴绑定，即使失控，我仍可从容脱身。
以后只要定期喂食精血即可。也就是我丹药毫不欠缺，才敢如此亏损元气喂养。接下来，该炼化太阴真火了。10余年修炼，终于将宝物尽数炼化，那缕太阴天火也初步吸入体内。如今有五子同心魔和人形傀儡小斧，足可纵横人界自保了。昆吾山的风头应该消停了，是时候去北冥冰炮了。北地第一宗北叶小奇宫，欲拜入奇宫门下，地界修士必须徒步穿越10万里极寒之地，只能靠肉身法力硬抗冰雪。每年冻死其中的人不计其数，即使这样，这些人还飞蛾扑火。冰城和这片冰川区域之间，暗藏着无形禁制。晚辈万公执事石云，请问前辈尊姓大名？到稳宫有何贵干？我叫什么不用说了，到贵宫是访友的。白瑶仪仙子不知是否在宫中？原来是白师叔，师叔并未外出，不过正在闭关。晚辈立刻传音给师叔，请前辈稍后。这位道友可是找白师妹的？不知尊姓大名，任某可否认识一二？弟子拜见任师叔。竟然也是一名元婴中期修士。在下姓韩，和白仙子有约，故而到此拜访。那就正好了，我也要找白师妹，不如由任某给道友带路吧。韩前辈，白师叔听说前辈到此已经结束了闭关，请前辈到白宁阁一见。石云，你忙你的去。韩道友，请。那就有劳仁兄了。道友既然是白师妹的好友，那也就是任某的朋友。道友是第一次来我们小极宫吧？的确是第一次。贵宫不愧为北地第一宗，气派非凡。韩兄谬赞了。对了，韩兄是白师妹上次出宫认识的吧？道友修为高深，不知出身哪家宗门？在下并非出自大晋，详细的来历，白仙子是知道一些的。我说大晋真出了韩兄这般高阶修士，怎会默默无闻？师叔祖，道友身上是否带了高阶的猿类灵兽，能让他们害怕成这样？猿类灵兽，在下还真带了一只，只是它没什么大用，很少用到的。